2025年股市很有可能会变天，你准备好怎么应对了吗？嗨，我是楚胖，你也可以叫我肖邦。2025年市场可能不会太好，但是危机就是转机嘛。大牛市过后，很多人都怕被套牢，但其实2025年很有可能就是你的大好机会。今天这集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3只我认为很有前景的 AI 股票。如果这些顶级的 AI 公司回调，那我就会毫不犹豫的加仓。至于跌到多少可以加仓呢？那就要把这支影片看完咯。首先第一支股票就是 NVIDIA， 代号 NVDA。NVIDIA 依然是我口袋名单当中得分最高的公司，也是我最看好的公司之一。最主要的原因是 AI 跟云端市场这一块的需求还是非常的大，而且利润也很高。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也看不出来有谁可以撼动 NVIDIA 在 AI 晶片市场的地位。台积电、AMD、博通这些都是半导体里面的龙头。台积电2024年第3季的毛利率是 57.83%，AMD 2024年 Q3 毛利率是 50.14%，博通最新一季毛利率是 64.05%。这些半导体企业的毛利率都很不错，而 NVIDIA 最新一季的毛利率高达 74.56%。在这些半导体龙头里面，辉达的毛利率是最高的。虽然说这几间半导体的业务不完全相同，毕竟每一间公司做的事情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嘛，但就晶片领域来讲， NVIDIA 的利润依然是最高的。我们再把范围扩大一点好了，扩大到整个科技业。在整个科技产业里面，辉达的净利率也非常的高，辉达的获利能力呢，算是整个科技产业里面最高的。那市面上有几家最大的科技公司，包括微软、Google 这些公司的获利能力已经非常的不错了。微软的净利率是 37.6%，Google 的净利率是 29.8%，Meta 的净利率是 38.6%，Apple 在正常情况下净利率也大概都有在 25% 左右。这些科技股龙头的获利能力其实已经非常强了，而 NVIDIA 的净利率竟然可以高达 55%， 这个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不难看得出来，辉达不止在 AI 晶片这个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哦，甚至在整个科技产业它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再加上呢，黄仁勋今年中在台大的演讲，那场演讲他也有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未来 NVIDIA 会进行1年1更，像苹果一样，每一年都会推出新的产品。在2024年3月的 GTC 大会上面， NVIDIA 宣布推出 Blackwell 平台。那目前这个 Blackwell 是在量产当中嘛，接下来2025年 NVIDIA 会推出 Blackwell Ultra AI 晶片，预计2026年将会推出下一代的 GPU 平台 Rubin，2027年会推出 Rubin Ultra。也就是说 NVIDIA 的排程已经非常明确了，至少到2027年我们可以确定它每一年都会推出新的产品。那这代表什么？这就意味着辉达不会停下脚步嘛，它会持续的成长。我相信大部分的投资人都跟我一样，很希望投资到一间有前景、有成长力的公司，所以我自己是非常在意进步这件事情。而 NVIDIA 不断研发新的产品，每年一更新，其实就代表辉达会持续的进步，会持续的往前走。所以我个人还是非常非常看好 NVIDIA 的。不过话说回来， NVIDIA 确实已经涨非常多了，在这1-2年的大牛市，很多科技股都创新高，大盘的估值也过高了。那对我来说呢，现在进场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而且我也认为2025年很大的几率不会延续2024年的牛市，所以2025年如果出现比较大的回调，我才会考虑布局进场。那到底跌到多少会比较适合买进呢？根据我的黄金价位原则，要跌到120块才是比较好的进场点。那我知道有一些人很喜欢算估值嘛，刚好我最近发现 investing.com 有一个蛮好用的工具，就是在 financials 这边的 forecast 往下拉，这边就可以看到这里有各种的估值模型，总共有14种估值模型，那它都已经帮你算好了，这样你就不用自己花时间一个一个再去算估值，蛮浪费时间的。对我这种懒人就蛮方便的，而且系统还会帮你把这个14个估值模型呢算出来的平均价秀在这边。像 NVIDIA 的平均估值呢就是119.93块，哇，这也太刚好了吧，也是在120块以下，跟我的黄金价位一样。好，所以呢2025年 NVIDIA 如果回调到120块以下，我就会布局买进了。那当然啦，我讲的不一定对哦，我不是在预测股价，它有可能跌不到120块，也有可能跌到低于120块，然后再继续跌下去，所以我讲的不一定对，因为我不是在预测股价，这个只是我的进出场策略。那我的进出场策略不一定适合你，所以呢不要照抄，拜托不要照抄。以后我有可能会因为市场的状况去做一些调整，所以我也不一定会按照我现在跟你讲的去做，不要乱学哦。再来第2支是 Palantir， 代号 PLTR。之前影片被大家纠正，不是念 Palantir 要念 Palantir， 现在我改过来咯，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赞了吧？
我的看法一直都没有改变，我还是认为 POTR 非常非常有前景，是一个很有成长力的公司。那我的观点有3个，第一是在公共部门 ，POTR 跟美国的政府部门是有密切的合作的，尤其是军事国防的部分。根据布鲁金斯的学会研究报告显示，跟人工智慧相关的联邦合约的潜在价值成长了将近1200%。2022年8月到2023年8月这一段期间，人工智慧相关的联邦合约的潜在价值从3.55亿美元增加到46亿美元。另外，根据 Deltek 的2023到2027年联邦大数据市场分析报告，到2027年联邦政府在大数据上面的支出将会超过112亿美元。那美国政府预计到2031年，他们的总国防支出将会达到1兆美元。那这个其实就是为 POTR 带来更多收入的基础。第二，在私营部门，我们都知道，虽然 AIP 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平台，但是 Palantir 却可以做到客制化的应用。它任何企业呢都可以导入 AIP， 利用这个 AIP 平台来改善营运的效能，提高工作效率。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办到的，把一个高度专业化的东西搞到客制化，搞到人人都可以用，背后的团队如果没有足够的经验，没有足够的技术资源，我觉得这个是做不到的一件事情。那再加上 POTR 还懂得运用 AIP 这个 camping 这个训练营来做到规模化，让更多潜在客户接触到 POTR 的产品，成功扩张他们的营收。我认为这个商业模式非常的屌，而且这件事情一定还会持续的发酵。第三，从 Rule of 40这个数据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Palantir 的持续性收入是越来越稳定，而且也是越来越高的。稳定是因为客户一签约就是签3到5年嘛，那这种长期的合约就会为 POTR 带来长时间的稳定的收入。而 Rule of 40会越来越高，只是因为 POTR 持续运用 AIP 这个平台来去扩展它的潜在客户，让新用户可以转换成他真正的客户。我个人认为，一间公司的商业模式如果能够带来稳定，而且是越来越高的持续性收入，那就代表公司的成长性是一直在堆叠的。综合以上3个观点呢，我认为 POTR 前景依然是非常的好。不过啊，投资一定是有风险的嘛，尤其是新政府上任没有人可以确定川普是不是真的会在国防上面花这么多钱，可能更多，可能更少。所以 POTR 的政府部门的营收还很难讲啦。再加上现在大盘估值又过高，明年又有可能会放缓降息的步调。那一旦降息的速度放缓，股市可能就没有那么乐观了。所以2025年如果出现比较大的回调，我才会考虑重新布局 POTR。那至于跌到多少钱我会再买入呢？一样，我会优先参考黄金价位原则。那当股价落在68到58块黄金价位之间，我就会考虑分批进场。如果是想要参考估值的人，我们一样可以来看看这个 investing.com。那 investing.com 这边的14个模型的平均估值呢，大概是38块左右。哇，这个价格就真的是比较虚无缥缈嘞，可能就要出现大熊市，要等比较久，股价腰斩，这才有办法接了。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比较不喜欢估值的原因，并不是说估值没有用，估值还是有它的意义跟它的存在必要性，但是有时候用估值就变得蛮不切实际的。像现在这个 POTR 75块，你叫我等到38块再接，当然是可以等等看啦，但是就是比较不切实际啊。这也是为什么我比较喜欢用黄金价位来找买点的原因。想知道我怎么透过黄金价位原则实际找到好的进场点吗？欢迎加入我的私人社群，这个社群里面会有更多的实战案例分享。我已经把链接放在下面的资讯栏了，有兴趣的朋友欢迎点击链接申请加入哦。最后一只股票是 Arista Networks， 代号 ANET。这只股票呢也是 AI 类股，那它主要在做的是云端网络基础设施的公司。简单来说，它就是在卖跟云端运算相关的网络交换器跟软体的解决方案。想象一下哦，现在全世界的科技公司、云端服务商，包括 Amazon、Microsoft、Google 这些大企业的数据中心里面，他们放满了一堆的伺服器，而伺服器跟伺服器之间要顺利的传输大量的数据，就必须要靠一个非常快速、非常稳定的网络设备来串联它们。这就是 Arista Networks 在做的事情。他们提供的产品就是协助这些 AI 云端供应商在低延迟、高效能的情况之下，协助资料中心处理并且输送大量的 AI 资料。你可以把 Arista Networks 想象成是数据中心界的高速公路搭建者，帮助大公司跟云端服务商搭建快速而且稳定的网络联络桥梁，让越来越多的数据可以维持稳定的传输。所以它算是 AI 里面的基础建设。我认为这家公司会随着 AI 跟云端需求的爆发而持续的成长，毕竟网络基础设施一定要跟得上现在的资讯爆炸时代嘛。Amazon、Microsoft、Google 这一些云端供应商
商也都有表示过，他们会投注更多的资金在 AI 这一块，所以我认为 Arista 也会继续的受益。另外，从过去的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Arista 是一直有在成长，一直有在进步的。它的营收、毛利、净利都是很明显的成长趋势。Arista 的营收从2021年的29亿美元成长到2023年的58亿美元，2年就翻了1倍。那这样子的成长速度在科技股里面，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它的毛利率也是长期维持在60%以上啊，表示公司的产品技术含量非常的高，有溢价的能力，能够维持稳定的高利润。如果 Arista 的股价回调到90元以下的黄金价位，那我就会开始规划布局了。至于估值的话，如果根据 investing.com 提供的平均估值大约是72块左右，我觉得还 OK。虽然离目前116块这个价位有一点远啊，但有机会等到。你觉得以上这3只股票哪一只最有机会呢？还是你有其他推荐的？我最近是很想买 AMD 啦。如果你不想错过我未来的内容，记得要来订阅我，并且开小铃铛哦。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